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街舞节目走条，王一博拖拖拉拉整集，新舞者闪点不够。街舞音乐线已进入第5季，该节目的前4个季节中的每一季都各不相同。刚推出时，它很快就获得了良好的声誉，然而这后来被怀疑掩盖了。请问一下，刚刚结束的街舞季好看吗？从热搜结果来看，网友们的相貌和态度似乎是一致的。如果你看起来不错，人们会自动称赞你的外表；如果你看起来不好看，他们自然会就如何改进提出建议。让我们继续下一个话题，谈谈街舞初始阶段的大图。1. 脚本程序易于识别，毕竟是综艺节目，从套路上顺着剧本走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过，如果观众能看到，那就太露骨了，让人不舒服。街舞音乐在这一季主要侧重于推广新人，因为新人站出来势在必行。但是，这些新艺术家的表现如何？看完整部剧后，我的脑海里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。有一些来自其他国家的舞者很有天赋，尤其是本季有几位优秀的 Krump 舞者。如果这一季有张艺兴出现，我肯定会收看的，可惜他没能上。为什么说脚本套路这么明显？这意味着强者并没有太多机会展示他们的能力，但最终他们是被提升的人。2. 赛事形式的修改不符合我的预期。冲突是街舞的驱动力，自由式是一种能够揭示舞者真实能力水平的舞蹈形式。不幸的是，目前的比赛将采用团队战而不是个人1v1的战斗，这意味着有才华的舞者将没有机会展示他们的能力。摸鱼的玩家肉眼可见，但战斗的结果取决于团队之间的协作，这很难理解它是如何形成的。3. 年轻一代的舞蹈没有闪光点。鉴于它是一个综艺节目，你最需要的是看一些有趣的东西。就算普通大众对街舞可能不了解，但如果你正确的执行它，每个人都可以判断它是否好。但说到新一代舞者，无论是音乐创新还是舞蹈创意，我们都还没有找到他们擅长的地方。前4个赛季看过节目的观众，在听音乐的时候，都知道参赛者在跳什么样的音乐，然后再看参赛者的战术和技巧。首先，在战斗中，新舞者的情绪表明他们之间的竞争变得多么紧张。听完音乐，心情变得压抑，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互动，普通大众也无法跳过，只能快进。听完这首歌，仿佛有好几代强大的爆发力极强的新生代。当一个人仔细观察时，会注意到没有太多的创新。我们熟悉的套路很多，甚至很多套路都带有大师的烙印，复制的动作过多。后续爆料，其中表现强劲的豆豆曾是小杰的练习生。就算他不说，但肖的锁舞风格一出来就很明显了，痕迹太明显了，不容忽视。仍然有大量舞者的动作跟不上节奏，老套路老动作看得一清二楚。无论如何，新一代的舞者应该更具个人表现力和原创性，但结果与人们预期的截然不同。4. 王一博是整个节目的主要焦点。王一博吸引了大量对街舞感兴趣的人，而他在这一集中的表现总体上是相当强大的。很明显，选手们仍然有能力展示舞者的内在实力，尽管他们无法通过与大师组的比赛来做到这一点。此外，该措辞多次强调舞者应该充分利用他们被给予的机会，执行，不要让他通过他们。它代表了专业性，并激发了我们继续观看的动力，因为它既严格又细腻，又硬又柔，又兼具这些品质。这样做的同时，王一博的综艺感和心情也不错。因为他熟悉街舞音乐，所以他偶尔能给听众带来惊喜，而且他也意识到环境的氛围对于决定他的表演效果如何很重要。本期街舞开播以来，热搜榜上的话题一直围绕着王一博展开，新舞者的表现至少可以说是令人失望。收拾东西。这一季的街舞因为比赛形式的改变而未能达到预期，导致加入了过多的幽默元素，同时忽略了街舞和战斗说唱的核心概念。此外，该剧摒弃了个人1v1对决、团战等观众最喜欢看的元素。鉴于船长带头冲锋，这种否认比好处更昂贵。没有人能对王一博的舞蹈说不，这就是街舞第5季，王展又回来了。最热的夏天是街舞的巅峰，
力量的爆发是对领域未来的一瞥，身体的节奏是爱的鼓点。看着王一博在舞台上以独一无二的魅力惊艳全场，我恍然大悟，街舞季正式开播了。我生命中每一个清醒的时刻都在期待他，让王一博队长用他的炸弹在人群中散开。据王一博介绍，他来到这条街，心中怀着3个微薄的愿望：成就幸福，坚持不懈，追求卓越。我看到了，很高兴你做到了。他散发出这样的喜悦，所到之处，我都忍不住把快乐传播开来。当家有儿女的背景音乐开始播放时，我有一种明显的感觉，就是 DNA 被改变了。我不禁怀疑有多少人的童年被毁了。重要的是，王一博队长和舞者们不能合作得太好。刚上台时，他们的面部表情和动作都是对文字的精彩演绎，所有微型恐龙嘴套的出现，既出乎意料又可爱。王一博非常真诚，声音洪亮，对街舞和街舞精髓有着深刻的理解。即使经过3个赛季，王一博也没有发生任何明显的转变。他将永远投出最公平公正的一票，理解每一个舞者的内心，并为有影响力的人提供展示的机会。顺便说一句，如果你看安利出品的新剧《冰与火》，你可能会看到我们的王一博队长化身调查各种谜团的火热警察陈宇。王一博的新作，无论是影视作品，目前都在百花齐放。我们可以期待多少意想不到的发展？一起来看看好吗？电影《长空之王》热烈无名维和防暴队中国青年，我的青春。电视剧《冰与火》，综艺《这就是街舞舞》。现在进入电影之夜直播前的最后倒计时，王一博携大量作品到场，周深表现出色。在2022年电影之夜的嘉宾名单正式公布之前，网上已经流传了几个不同的版本，网友们都在猜测会邀请哪些演员参加。8月13日官宣后，让大家松了口气。8月13日，电影之夜正式公布了整个参观者名单，并邀请了一大批从事电影事业的著名演员和电影人。从受邀嘉宾名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，这将是一场壮观的视觉盛宴。最喜欢的男女演员上榜，这让一些网民表达了对参加8月14日活动的兴奋之情。当一些网民没有认出他们最喜欢的故事的主角在名单上时，他们表示困惑和迷失方向。电影这个词是电影之夜与微博之夜的区别所在，后者发生在同一晚。本次活动不仅聚焦电影行业的资深老手和后起之秀，也吸引了一大批幕后专业人士。文牧野、董成鹏、黄建新、李少红等都是非常有造诣的导演，都被列入了本期的导演和嘉宾阵容。这些特邀导演中，不乏李少红这样的资深导演，但也有温牧野这样的后起之秀。向来不被关注的董成鹏现身本次活动，并带来了他的最新作品《热情》给大家看。即将到来的明星观众，是大家最期待在这个电影之夜看到的。从网友的评论中可以看出，王一博是此次亮相微博之夜的明星中最受喜爱的年轻演员。演员王一博已经完成了从偶像剧到故事片的转变。在过去的2年里，他一直在一个被称为撤退的地方拍摄电影。预计2022年上映的《热情》、《维和防暴队无名》等大部分由他主演的电影都将在2022年上映。半年，尽管该作品尚未公开，但从制作团队和参加活动的嘉宾来看，所有影片的水准都非常高。这一次，王俊凯也被列入了活动名单。在影院上映后不久，他主演的名为《断桥》的电影取得了成功的财务业绩。很明显，王俊凯即将成为他电影生涯中的佼佼者。周冬雨虽然还比较年轻，但在影视圈的工作经验还是相当丰富的。每次出席和参与的电影之夜，他都会带着自己的最新作品《天空之王》。此时，电影的上映日期已经正式公布，预计将发生在国庆节。被誉为200亿票房男神的陈腾也有望亮相。陈腾目前在电影行业工作，电影的内容越来越多地被作为衡量一部电影整体质量的标尺。他和马丽的电影《走向月球》在公映后几乎立即获得了观众的积极响应。毫无疑问，神马的组合永远不会导致不良结果。此外，朱一龙、邓超、范丞丞、肖阳、谢霆锋等人也将出席。尽管许多名人的日程安排非常繁忙，但他们仍然设法保持高人气。很遗憾他们不能参加这次活动，但他们的日程安排不允许他们参加。
让他们在那里会很有趣。官方邀请了多位知名歌手，让庆典气氛更加热闹。这些歌手并没有在影片中透露自己的身份，但这并没有减损他们为制作提供了一些很棒的歌曲，这反过来又使影片更具吸引力。周深、张碧晨、周笔畅等人几乎达到了承办各种大型晚宴的行业标准。您可以在中秋晚会、跨年晚会甚至央视春晚中看到他们的现场表演。所有这些事件都发生在中国，因为他们的歌声会得到支持，我相信这个电影之夜会不负众望。电影之夜的电影业参与者可能不会被普通互联网用户认出，尽管这些行业参观者都不是知名演员或导演，但他们都是业内非常成功的制片人和高管。不言而喻，许多导演都需要考虑他们的观点。8月14日下午3点，我们将正式开始电影之夜的直播。目前有相当多的用户已经预约了观看直播的时间。万众期待的走红毯将于4点15分开始，大家都到场观看。在红地毯上，我们将再次看到名人穿着他们最好的服装，让我们同时为他感到兴奋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谢谢大家，再见。